弄好了吗？嗯。是，怎么会迷路的呢？就是因为天有点黑，我又喝了点酒。武功也不认识路啊？那天晚上你和武功一直在一起。他是去找我的。是还是不是？是啊。我需要一个解释。我需要给你什么解释啊？我们两个人是没有结婚，可是我们两个人现在的关系，你难道不觉得？哦，你和你的前夫单独待了整整1个晚上，然后第2天回来，你的前夫又当着全公司人的面骗了我，你难道你不觉得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你想听到什么样的解释？我想证实你和武功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师傅，麻烦您稍微等一下。你回去之后一定要小心啊，伤口千万不能碰水。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我觉得我有过问的权利吧。弟弟，我对你是真心真意的。你和武功之间是青梅竹马也好，是无奈分手也罢，可是你们两个人现在毕竟已经离了婚，在我跟你的关系没有确立之前，你之前的感情生活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可是现在我觉得有，你能不能给我说句实话？你想听什么？你和武功是不是旧情复燃了？能不能告诉我？如果我说没有，你会信吗？你说，我就信。走吧。妈啊，回来了。那换药了吗？换完了。你怎么自己回来的？史蒂夫呢？他去上班了。你说这外企公司也挺有意思的哈，净弄些新花样。你说踏踏实实在办公室拿着工资，多好啊！他非要搞什么野外什么训练营，拓展啊，对，拓展训练营。哎呀，我不是没大事儿吗？哎，有大事儿就晚了。哎，你今天去医院算旷工吗？不算。那你的工资和奖金扣不扣啊？哎呀，不至于。当然至于啦。你说房租水电不是钱呐，这些人净干些没用的事儿。你说你把精力早就放在正经事儿上，你不早就给我找来一个像史蒂夫这样的女婿了吗？那是移民美国呀，还是召回成都当上门女婿，都咱们说的算。至于受老武家的气吗？哎呀呀，头疼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一唠叨你就头疼，头疼，头疼是吧？你等着吧，等我死了你就不头疼了啊！老姜，吃饭了。进。有事吗？过来看看你。我现在很忙。别那么紧张，我又不能吃了你。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问江离了吗？我问不问江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我的隐私啊。那我算不算是你的隐私啊？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开个玩笑，你别当真。不过我还得说句不见外的话，这结婚可不是谈恋爱，你可得看准了。尤其是这离过婚的女人，她能离婚就代表她肯定有问题。哼，我这并不是诋毁江离啊，我只是说一个客观事实，就像我也有问题一样。要不然我追了那么久的人，怎么对我一点都不动心？话说回来了。这江离和武功之间问题并不在于江离，主要是武功太渣了。我劝你还是先确定武功能彻底放手以后，再开始你们的幸福生活。我说了这么多，都是为了你好。
你要是不愿听，就当我没说。怎么了？有事吗？我送送你。不用了。哎，你腿伤怎么样了？哦，没事了。我走了，你自己保重。凡事留点心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知道了，有空我会去看阿姨的。林飞跟你说的吧？他的话你别太在意。毕竟你现在也没有义务照顾我嘛。那我走了。保重。你也是。走了。其实有时候男人比女人善变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祝你幸福。怎么你还在生气啊？我跟你说啊，生气的女人可是容易变老的。走吧，请你吃饭。好吧。您的菜请热。谢谢。武功离开的事儿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啊。他留在公司，我们之间的情感关系永远都处理不好。走了也挺好的，彻底翻篇了。可我总是觉得，这不是一种结束，而是另一个开始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没有啊。吃饭吧，一会儿菜都凉了。来，谢谢。哇，好了。你不能吃辣，你就别吃这个，你吃点这个不辣的。想要娶一个川美子做老婆，不吃辣椒怎么能行啊？那如果我以后去了成都的话，怎么生活啊？谁说让你去成都了？伯母不是一直说想要回成都生活吗？我妈也就是那么一说。那她毕竟是老人家，孝顺，孝即是顺啊。其实我不介意我们一起回成都生活啊。你要是去了成都，你爸妈怎么办？谁管啊？我爸妈早已经习惯了单独过日子。好吧，家庭观果然不一样。哎，我的情况你跟你爸妈说过吗？说过。怎么说的？那我就说，我现在喜欢上了一个温柔、善良、漂亮的成都姑娘。就这些啊？对啊。我的情况你得说全面一点。什么？我离过婚呢。你离过婚跟我爸妈有什么关系啊？丽丽啊，我跟你说过，两个人的婚姻，相爱是最重要的。你在我之前爱过谁，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喂，干嘛挂我电话？我在忙。我猜和江离一起吧。
你不是不能吃辣的吗？我给你打电话就一件事儿，少吃点辣椒，你胃不好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拜。来，这个不错，吃块这个。喂，冯兰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干嘛躲着我呀？有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跟佳丽在一块吃饭的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干嘛躲着我呀？我没有躲你。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儿，又不是找你谈工作。我和你之间除了工作，别的什么都不想聊。没关系，我给你时间，到时候你会找我聊的。你跟佳丽好好吃吧，拜拜。我自己可以的。哦，哎，你先喝点水休息一下。那，你听了可别太激动啊。魏医生说你的心源有消息了，哎，你很快就会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，但是他说你现在的身体还不太适合移植，所以还要配合治疗，你有可能要吃点苦头。不过没关系，很快你就会。我想睡一会儿。这么高兴的事儿，你怎么？我累了。来，我来。妈，吴迪不是马上就要做移植手术了吗？这段时间医院的各种检查肯定挺多的。我和东阳商量了一下，打算给他请个护工，主要是怕您累着。不用，护工的钱我们来出。东阳的钱什么时候变成你们的钱了？妈，这林飞是为了你好啊，他要是不提这事，我都不爱管。不管就不管，我一个人能行，吴迪交给别人，我还不放心呢。哎妈，哎，林飞，你看我妈她现在……算了，妈，这也不是冲着我，估计她是担心吴迪呢。我那天跟医生聊了一下，他那个手术真挺危险的，尤其是术后排异那一关。林飞，你现在是怎么了？你之前那个小暴脾气呢？哦，那我非得天天跟咱妈吵架，你就开心了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心疼你啊！你看啊，你现在又要上班，又要做家务，要照顾你妈，还得去医院看吴迪，我妈还气你，我真忍不了。行啦，吃饭吧，啊，吃完饭盛碗汤给妈送上去。你说之前吧，你跟我妈不对付，我很担心。现在你跟我妈在吴迪的事情上那么团结，搞了这个家，我像是个外人。别啰嗦了，吃饭。吴迪丢了。
先别着急，您再好好想想，吴迪都会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能去哪儿呢？林飞，他答应过我，他会配合医生治疗的，他答应过我的。妈，不急不急，您再好好想想啊。怎么样啊，妈？妈，找过了没有？我知道他在哪儿了。快！哎，吴迪，你给我下来！你就这么报答我妈是吗？你要想自杀，我不想拦着你，但有个账我必须跟你算清楚。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妈为了给你治病花了多少钱吗？我们把你骗的钱全部跟你还清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账我必须跟你算清楚，1分钱都不能少。不说话是吧？吴迪，你什么意思？吴迪，别拦着我，他就是个人渣。没错，我就是个人渣，我不配活着。那你干嘛还要拉我呀？吴迪，你不是答应我等你好了，我们一起旅行吗？我们还有好多事儿没做呢。婉言，我欠你的太多了，我不想再拖累你。这怎么是拖累呢？婉言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最在乎我，只有你最心疼我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不愿意看到你为我付出一切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为我承受痛苦。我想得很明白，即便是换了心脏，我也活不了多久。我不想再看到你为我浪费感情，不想再看到你为我浪费金钱。婉言，我希望你能找一个健康的男人，陪着你走完余生。而我，迟早都是要死的。为什么今天还要拉着我呢？吴迪，你给我住嘴！看看你眼前的这个女人，她不能没有你，你知道吗？就算是你活不过5年，甚至3年，哪怕你能多活1年、1个月，至少都是多陪了她1个月。可你看看你现在，你居然要自杀！你这样轻易的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你对不起她，更对不起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东阳，我们把他带回医院，把他带回医院。Darling， 你来啦，进。你给我发的微信什么意思？这个视频如果咱们俩看到，还挺有情趣的。如
果被第三个人看到，恐怕就没有那么有情趣了。冯兰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想要跟你结婚。你笑什么？你没疯吧？你爱我吗？当然了，爱我什么？你的全部。可惜你不爱我，也没有什么用。所以我决定了，不跟你谈感情。咱们来谈谈交易吧。平时口口声声说人家无敌去死，这回真到了节骨眼上，你不还是出手救了人家吗？我知道你呀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跟你妈一个样，你也不忍心看到无敌出事，对不对？他好端端的搞什么自杀呀？神经病吧！那个无敌呢，他原来是个骗子，没错。但是，我看他现在对妈的感情是真的。虽说年龄上是有些差距，但我觉得这也不叫什么事儿啊。在爱情面前，这年龄也不应该算问题。咱就当他是那个最萌年龄差，好吧？我问你啊，20几岁的年龄差发生在你妈身上，你愿意吗？你这不是赶上了吗？赶上了就坦然接受呗，存在即合理，懂不懂？行行行，你赶紧把你这个心灵鸡汤给我端走。不要求你现在就理解妈和无敌，但是你至少别再刺激他们俩了，行吗？哦。那行，我还得赶过去照顾我妈那边呢，这边就交给你了啊。我多事之秋，考验咱们这些做儿女的时候到了，咱们呢都得努力的填好答卷，争取及格。不是，我没有在跟你商量，命令你，嗯。茉莉阿姨啊，林飞，听说人找到了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哦，我妈都跟您说了是吧？她估计也是急眼了，第一时间就打给了我。无敌没事儿，我妈和东阳都在上头呢。你妈她没事吧？还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听婉莹说，她和无敌的事儿，东阳意见挺大的，你倒是支持的。我是觉得，到了我妈这个年纪，还能遇上自己爱的人，挺难得的。是啊，我其实挺羡慕婉莹的。茉莉阿姨，其实我觉得元老心里头一直有您。我的事儿，婉莹跟你说过？啊，不是，我也是那个。林飞，我也是到了这个年纪才明白，有时候相见不如怀念。行了，我先进去了。
这款设计呢，我觉得咱们的优势还是体现在这里。哎，你来一下。好，我觉得这款设计呢，咱们的优势主要还是体现在这个部分，但是肩带这个部分，我觉得咱们可以再做一下改动。但是，因为我觉得材质这……叶总，哦不，丹妮姐，你就是我亲姐，这事儿你一定得帮帮我呀！你说这事儿弄得现在连 BC 的人都不要我了，BC 找我的事儿你是知道的呀？怎么，你还想把这脏水往我身上泼？不，我完全没这意思，你误会了，丹妮姐。我知道你和 BC 来往甚密，也想过跳槽到 BC， 但是我没让你把咱们公司资料往人家那里送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武林飞已经把这事儿捅给元老了。元老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以前设计部有个叫小树的，你知道吧？偷了咱们公司的图纸，想自立门户，结果呢，被全行业封杀。你是说，武林飞要对我赶尽杀绝？事情是你自己做的，你就得自己负责。武林飞这么做是过分了点儿，但是人家占着理呀。去财务部把账结了吧，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叶总，跟我叶丹宁没有关系，跟邱氏也没有关系。叫我到办公室来。这是你弄来的？对呀。拿走。我不喜欢画，尤其是茉莉花。你记住了？嗯。记住了。哎，元老，我跟您说件事儿。有话就说，不说就出去。他回来了。站住！你怎么知道他？茉莉她回来了？哦，我见过他了。哼，连你都见过他，还知道他回来了，那为什么他不来见我？啊？让他来见我。元老，您这样吧，我定个时间，让他来见我，地点就安排在咱们附近那家餐厅 ，OK？ 不是。Go！ 就你多事，就你多嘴。我说不喜欢我，心里有人就主动联系人家呀。口是心非。云飞，哎，阿姨来了。阿姨，其实今天请您吃饭的不是我，是元老。哎，阿姨，就是吃个饭叙叙旧。他要请我吃饭？对呀。算了，我不想见他。哎，这都到门口了。那他应该自己来邀请我呀。哎，这不是男人都爱面子吗？是不是？他是怎么说的？他就是说，跟您也这么久没见了，挺想跟您聊聊天、叙叙旧的。他会说这种话？当然了，走吧，阿姨，我等您半天了。
坐吧。坐吧，阿姨。点单。点好了。哦，我去上个洗手间啊。等会儿，林飞，你坐下。茉莉，咱们的事别总把小五扯进来 ，OK？ 什么？看你买盆茉莉花放我办公室，还让小五告诉我说你回来了。这要不是你背后指使，他能这么干？有没有搞错？明明是你跟林飞说什么多年不见，想和我叙叙旧，我才会进餐厅的。看当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回来为什么。别绷着了。Peter，you are crazy。你回来就是向我道歉的。道歉？对呀。既然你想 say sorry， 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，所以，我才安排了这顿饭。我为什么要 say sorry？ 因为你离开了我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你吗？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？我怎么知道为什么？哎，阿姨，您这不是？哎，我送送您吧。不用。跟您实话实说吧，那花是我自作主张买的，为的是让您睹物思人。茉莉阿姨回国的事儿，我婆婆东阳不让我告诉您，也是我自作主张跟您说的。这顿饭阿姨本来不想来，我硬给拉来的。Why？ 多管闲事儿吧。难道他不想见我？换成是我也不想见您。出去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我没有必要听您指挥。再说这么多菜，我走了您一个人吃的吧。小五，你别招我。您不是喜欢听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吗？我今天就给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一回。就刚才您那表现，搁谁都得急。难道他不该向我道歉？先问是不是，再问为什么。什么意思 ？What, how, why？ 什么事儿它都有个先后顺序，对不对？您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您就直接跳到了为什么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再说了，您是真不知道，您还是装不知道啊？哎，不是您干嘛去呀？这羊排没吃呢，您就走了？我不吃羊肉。不是您点的干嘛呀？他爱吃。妈，东阳，林飞，我不跟你说过吗？茉莉阿姨和元老的事情咱不能管。他们两个人感情那笔糊涂账自己都理不清楚，咱们向着谁都不好。妈，一句话，少管闲事儿。以后别人的感情咱就少管，乖。哎。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好的，来。OK。
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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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特别喜欢您的书，谢谢谢谢。谢谢。现场还有一位直人粉丝，快看！老师，给我后面签个字吧。你这是干嘛？你这？老师，纹身师我已经找好了，就在商场的门口。你一签完，我立马让他把这些字纹在我身上。来吧。不是这样不好啊。那我签这儿了啊。啊，来。好，签好了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丽丽，来，快把这银耳莲子汤喝了，养颜的。丽丽，这工作再忙，你都得顾着点身体，你知道吗？这女人一过了30啊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噌就老了。啊，好好好，我不打扰你了，你赶紧吃，吃完早点睡啊。知道了，听妈的。终于熬到这一天了，替你高兴。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这部电影投资计划2个亿。这次和我们合作的是国内的知名网站，他的要求就是要有武功先生亲自掏刀担任编剧。公司下一步要推出的就是武功先生之前写过的系列小说，由钟总领衔网文界众大神联袂推荐。为我们作序的是六先生。他说的六先生，就是刚刚在国际上获得文学大奖的那个。对，我本来还想请莫先生。进。找我。是这样的，总部呢最近有一个中高层的培训放在北京呢，我在考虑是让你去呢，还是让别人去。那个培训我知道，得1个月呢，我不去。可你要知道啊，这一次的培训，关系到以后的晋升啊。那好吧，既然你不想去的话，那我就让江丽去了。那我再考虑一下。OK。给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？你别跟我说你没有驾照。我有啊。OK， 这辆宝马归你了。不是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你现在曝光率那么高，挤公交、坐地铁、打车，你都不太合适。这辆车也是为了方便你出行。怎么，这就不适应了？嗨，还记得我刚出名那会儿，第一次记者上我家来采访我，我就穿着一破 T 恤，搭着一沙滩裤，头发乱得跟鸡窝似的，差点没惊着人家。武功啊，咱们呢不是为了摆谱，适当的包装收拾一下自己，也是对得起咱们读者。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，文学还在，文学不会死，我们还能指望它吃饭，站着还能把钱给赚。明白了，去看看。哎。